你就是个毒妇，根本就不想五郎好。之前你就让我们去村里传了不少五郎的坏话，我们都不知道你的用心，还以为是真的，就被你利用去传了。现在想想都臊得慌。这才是我们陆家的好儿郎，对长辈尊敬有礼。有的人就算改了姓，祖先还是别人的，哪里能和自家人相比？少帝，你打开蜡烛我看看。好，另外3种样式的蜡烛也做得一样栩栩如生啊，这个比竹蜡烛更活灵活现。哎呀，要不是早就知道这是蜡烛，我都会看成是真菊花呀。这是雕刻出来的吗？对了，蜡心在哪里？这菊花蜡烛又是什么香味？花蕊便是蜡心，至于味道你自己闻闻。哎呀，这蜡烛的味道真好闻呐。确实好闻，和竹香是2种感觉的清新雅致。我现在就很好奇，梅花蜡烛和兰花蜡烛是不是梅香和兰香啊？点上闻闻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好闻，我娘应该会很喜欢这种香味儿。当然我也喜欢，你再点兰花蜡烛闻闻。好闻，这香味给我一种像是置身一片兰花丛中一样的感觉。你最喜欢兰花香？不，我都喜欢。梅兰竹菊蜡烛的香味各有千秋，不同的芬芳，不同的韵味意境。少帝，你们做的蜡烛真是惊艳到我了，我都想要。你的心啊，真包容。这形容我喜欢啊。少帝，这梅兰竹菊的蜡烛你这边还有多少？每样有6盒。我全都要了。你都不问问价格吗？我知道少帝不会坑我的，这不是想先定下吗？这蜡烛是怎么卖的？价格一样吗？陆韶回说每种蜡烛3两银子，这个价格呀是小媳妇定的。这么便宜？蜡烛必定每天都会消耗，要是每天晚上都点，不节约的话，这一支蜡烛也用不了多少天，所以价格呢就没定太高。你和你家娘子太实在了。这蜡烛你们一天能做多少？竹蜡烛一天能做2支，其他的一天也就能做1支。这些蜡烛我都要了，之后你们做出来的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这些你只能拿走一半，之后做的我也不能保证都给你。今天衙役让我堂哥给我带话，说县太爷想要这种蜡烛和蚊香，多多益善。如果你今天没来家里找我，我明天就会将这些蜡烛送给县太爷去了。陆少竟然还用蚊香和这种蜡烛搭上县太爷了。唉，我就知道想要包圆不容易啊。行吧，既然是县太爷想要，那我只要一半。少帝，之后你们做出来可千万要帮我多留点啊。县太爷应该要买去送人，我爹也是想买一些去送人。唉，我今天拿走的都还不够我们父子抢的呢。那也没办法，做这个比较慢呢，那我们尽量多做一些出来给你。那就多谢了。蚊香呢？这个是之前送给你们那种，2两银子1盒，全是手工雕刻的。这个是用模具做的，有3种香味，每排1种味道。这个1两银子1盒。这种蚊香的3种香味是什么香啊？第一排是薄荷味，顶上呢有个小绿点；第2排是花香，上面有个小红点；第3排是茶香，上面没有点。啊，这个好。之前我娘就让我问问有没有更适合女子闻的味道，你这边有多少？这2种我也都要了。你怎么什么都想包圆啊？蚊香的话县令大人也要，所以只能给你一半。贵的有20盒，给你10盒；便宜点这个有100盒，给你50盒。怎么样？少帝，这2种蚊香做出来你就都给我留着，我都要。行，我尽量帮你留。够意思。对了，其实蜡烛还能定制。何为定制？就是你想做什么样的蜡烛，你自己可以说出来，或者自己画一个花样，我们来做，并且保证不会做同样的卖给其他人。在香味上呢，也能按照你们的要求调制。居然还能这样定制，那太好了。我想要牡丹，意思你们能做出牡丹花样的蜡烛来。娘子，能做吗？可以啊，到时候还是要你雕刻花瓣，点燃之后的味道可以是牡丹香味。调香这个是他们家的传承技艺，他是继承人，所以都学了。你可以画1株或者是1朵，想要的牡丹模样交给我相公，我呢会帮你做满意的蜡烛来。弟妹还真厉害啊。启公子谬赞了。那牡丹蜡烛我要多少银子？牡丹调色雕刻上比较麻烦，而且定制蜡烛只能是谁定的卖给谁，要专门为谁做，所以呢1朵牡丹蜡烛是要20两，如果是一簇那就要看你要几朵了，反正1朵20两夹着走。你要是想要定制花样更复杂，或者是需要的蜡烛更大，那价格上还要往上走。我也不画了，你们就按照牡丹花的样子帮忙做一簇
牡丹蜡烛吧。至于要几朵，弟妹觉得几朵好看。能问一问你这个牡丹蜡烛是要自己用还是送人？我想送未婚妻。如果是送未婚妻的话，我建议呢可以做一株11朵，寓意是一生一世，9朵也可以，9为吉。那就麻烦弟妹做11朵，这个寓意好。那想要什么颜色的呢？还能选颜色？当然啦，定制的蜡烛之所以贵啊，就是贵在这些方面。最关键呢，它还是独一无二。弟妹能做什么颜色的呢？颜色有很多，就要看你是要做哪种了。黑色和蓝色都有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当然有，世间之大无奇不有。我曾见过一棵牡丹上去结了18个花苞，开出来的每一朵花都是不同的颜色。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事！弟妹是在哪里见过的这种牡丹花？不知道能不能买？这死丫头，难不成真伺候过河神？这就不太方便告知啦。不过，你虽然不能买到18色的牡丹，但我就可以帮你做一株11色的牡丹，保证每一朵花的颜色都不一样。要吗？要，我当然要。要不，弟妹做个18色的牡丹蜡烛？倒是可以做啊，但寓意没有11色好。要不就先做一株11色的出来，你满意或者是想再做，再来株18色的呢？还是弟妹想的周到。少弟，弟妹，无论是蚊香还是蜡烛，你们做多少我要多少。这些钱先放这里，你们直接从里面算了扣。等花的不够了，我再让人送银票来。好，如果你不满意，不拿走蜡烛，银子呢也会退给你的。现在看来，接他老娘去县城也不算错，怎么都要哄着老太太说出方子。几兄信任我们，我们也不能辜负你的信任。我就喜欢少弟这性子。你拿出来的这些蚊香和蜡烛算在里面吗？如果都是，我就让人收起来了。不算在里面，这本来就是做样品的，专门给你们看，点给你们闻的。我不嫌弃是用过的，这些也一并卖给我吧。你拿笔来，把这些也添上。这个是用来做样品的。放心，我不嫌弃，卖给我吧。之后你们又重新做一套出来当样品。不过是几盒样品，还说什么买不买的？几公子要是喜欢，就直接带走吧。弟妹的意思都是送我了？对啊，你是我相公的同窗好友，送几盒样品怎能收银子？不然也太见外了。我娘子说的对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这几盒蜡烛跟蚊香，可是他想一会儿带走的，就这样被死丫头免费送出去啦！哼，气死他了！真不要脸，怕是看人家几公子长得好，身世又好，这才故意献殷勤的。季松柏没有多留，就回了县城。老五，以后再针对打亲儿子和儿媳妇的事，可不能再发生了，否则我们这些老东西可就要管闲事了。哎呀，大爷爷，我真没打他们呀。反正不能再有下次。青荣，别为了榆木丢了珍珠。大爷爷，我这房的事我心里有数，您别听他们的片面之词，事实并不是那样。行，那你好自为之吧。公公，你们也接着奶奶回县城吧，否则天晚了路就不好走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可不能耽搁了。你刚才给季少爷的蜡烛和蚊香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还有什么便宜的那种呢？但是便宜的有。那一样给我拿个几十份。爹，你做梦还没醒吗？嘿，我是你老子，拿点蚊香和蜡烛回去用怎么了？你孝敬老子不是应该的吗？那蚊香和蜡烛都是大伯母他们做的，你的意思是想让几个伯母来孝敬你？爹，你这脸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孽子，你这个孽子！公公，您敢砸他一下试试？我可是会生气的。我生气了之后会怎样？你们都懂的。老五，快将茶杯放下！你这个当爹的，怎么这么容易发火呢？五郎也没说错，这蜡烛和蚊香都是我们做的，你迁怒他干嘛？丢人！大堂哥，这杯子多少钱一个啊？一会儿呢也加进去，让我公公赔。这家里可不允许有这种败家的行为发生。五叔，你要多少蚊香和蜡烛，我好去拿，顺便算算多少钱。大哥，我拿点蚊香和蜡烛回家用，你们还要让我给钱？我又不当家做主，你和我说这个干嘛？你们还是不是男人了？居然让娘们骑到头上！我们不是男人，
就你是男人，那你有本事就去找五郎媳妇说呀。现在这个家是五郎媳妇管，你有什么都找她。哼，我才懒得和妇人计较。娘，这个家您已经没法再当家做主了，一点蚊香和蜡烛的小事您都不能决定了。我都和你说了，我允许五郎媳妇儿当家做主，既然让她当家了，那这些事情我自然不会再插手。行，一样给我来20份，我给钱。我要卖给季少爷那种蜡烛。那种没有，五叔你就别瞎折腾了。大哥，你儿子这样顶撞长辈，你不管管吗？他现在是五郎媳妇管呢，我可管不了。我要是打了他，五郎媳妇会生气的，一生气你知道后果的。没有要这种蜡烛，而是拿了20盘蚊香。大郎算他3文1盘，还非要让他把砸坏的茶杯一起赔了。行，你们现在什么都要和我算清，以后我也会学你们的。只要你以后都别想再来占老宅的便宜就行了。你那点东西谁看得上眼啊？学就学呗。更何况从以前到现在不都是你占老宅的便宜吗？咱们走着瞧。行啊，那就走着瞧呗。这个我带回去给娘吃。我们本来就是要给奶奶拿的，奶去了县城呢，您就自己吃，可别被人给哄了去了。我知道，奶奶不喝茶，所以你就不用惦记了。糕点也没有你们的份儿，想吃就自己花钱去县城买呗。每次你们夫妻一回老宅，就跟蝗虫过境一样，还县城的秀才和秀才娘子呢，切，就这小家子气，丢不丢人？死丫头，你等着。等着的，我等着的，放心吧啊。娘子收好。好，你们看什么呢？想要？不，我们就看看。看你们这点出息，不过就是800两而已，你们得要学着习惯。行啦，以后让你们各房的私房钱都会超过这个数的，好好跟着我干就行。我们肯定跟着你好好干的。挨着我们村子的那座山和那座竹林的价格怎么样？没有人想过买那座荒山和竹山，所以不知道价格，得去问问村长。那并不是谁家的，应该是要和县衙那边花钱买。五郎媳妇儿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想把村里那座荒山和那座竹山去买下来，有大用处。800两不知道够不够？应该够了。那荒山一直放着，南开荒种地，所以不值钱。那座竹山全是竹子，也没人想要，应该也不会太贵。你要是想买，我晚一点和四叔去村长家里问问。好啊，那就辛苦你和四叔了。对了，你们再去问一问村口那片都是小石子的荒地怎么卖，我想要买下来修2个作坊。五郎媳妇，咱们家还要建作坊？是啊，建一个蚊香作坊，一个蜡烛作坊。蚊香作坊呢，过2个月还能用来干别的。蜡烛作坊以后也会兼做其他的东西。松油蜡烛要快没市场了，做贵的蜡烛数量不会多。现在这个院子太小了，这么多人住会很挤的，住着也不舒服。下次直接建个几进院那种，各房一个院子才能住得开啊。咱们还要建青砖大瓦房？当然啦，你们听话老老实实的干活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除了吃得好穿得好，这住的也要好。那要不要一起问问村长宅基地啊？问吧，一起问。你画工还真好，曾经好好的练过。你看这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吗？不用改了，你画得很好，就是这模具方面啊，有得要麻烦你多下功夫，将其雕刻得更加立体才行。不麻烦，娘子这么辛苦，我很乐意分担。问的怎么样了？村长说也不知道价格，得明天去县衙问问。五郎就说明天刚好要去给县令送蚊香蜡烛，和村长一起去。村口的那片都是小石头的荒地，村长倒是能做主，5两银子卖给我们。咱们要买几亩，明天可以直接去县城过户啊。荒山脚下的宅基地也按照这个价卖给我们。行，那就都买了。你去叫御史过来服侍我。我听说大户人家的媳妇儿都要伺候婆婆起床穿衣的。好的，奶奶。哎呀，娘，你把我手背儿都打红了。这做的是什么饭菜呀？猪食都不如。娘，婉之也尽力了呀。娘，你让六丫帮你洗吧，我怕伺候不好。
去叫你五叔过来，现在就将我送回村里。这样不孝的儿媳妇儿，我可使唤不动。咱们再顺便和邻居们说说，我呀被儿媳妇儿欺负撵人，这才现在被迫要回村的。哎呀，这个死老太婆居然倒打一耙！洗娘，我帮你洗，太恶心了，她快受不了了。你个蠢货，连媳妇儿都教不好。娘，我来伺候您。你这个丧门星，能不能闭嘴呀？动不动就流猫尿，你这么晦气，是不是故意想随着我儿子考不上举人呢？娘，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哭个屁！还不过来伺候我穿袜子，服侍我睡觉，连这都还要婆婆喊，你是怎么当儿媳妇儿的？第二天一早，乔叶则自己背着一个大背篓，单独去了村后的一座大山。他找到不少年份长的药材，果然是人参，看样子年份还不浅呢。接着敏感地感觉到从旁边树上一道影子快速袭来，想要缠住他。等躲开后才看清攻击他的东西大蟒。小子，你果然很聪明啊！看你这模样，你是在守着人参吧？这个人参我要了，以后你也得去给我看家护院去。这大蟒是在对我打滚卖萌？这家伙是哪儿学来的动作？别人用狗看家护院，他呢就用一只大蟒蛇，又帅又实用。原本还想着去买牛呢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。这些能活在森林危险环境的动物很聪明还敏感，对好东西那也是本能的认得出来。一边则将人参须放到大牛的嘴边，大牛毫不犹豫，立即张口将人参须咬住，快速吞下去。会了口灵水，你连撒娇都会了。不准攻击啊，以后你们可就是好兄弟了。以后你和这大蟒哥就是兄弟了，要好好相处。乖孩子，这就对啦。你好好在山里待着，等我修好了大房子啊，能有你的容身之地，再带你回去啊。不过以后呢，我会经常抽时间来看你，去给你喂灵水的。五郎媳妇儿，你这牛是哪里来的呀？我去深山去采药了，刚好遇到了他们，就将他们给带回来养啦。带回来养？我们听阿大叔说，深山里的野牛群可凶了，连老虎豹子都能顶死的。带回来能养吗？你们也看到了，他们很乖的。乖孩子啊，回去给你们好吃的。这野牛真乖，五郎媳妇儿，我也摸摸试试。他们只对我才这么乖，不可能是让你们摸的。不过呢，你也可以试试啊。对你都这么乖，对我们应该也差不多吧？他们怎么一下这么凶了？因为他们的乖只针对我，我在深山里已经将他们驯服了。其他人要是敢碰，他们就会攻击。其他的野牛也是一样。我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刚杀死一只金钱豹呢。看吧，这就是啊。五郎媳妇儿，那你是怎么驯服他们的？乔也知道大家肯定都好奇呀，伸出拳头对着大石头就是3拳头，竟被乔叶3拳就砸裂了。就是这样驯服他们的。这乔三丫太凶悍了，吓人。原来是这么驯服的，难怪只听你的话。妈呀，就乔三丫的力气，别说是野牛，怕是老虎都打的。那你们忙，我先回家啦。以前就听说乔三丫力气大，可是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大呢。也还好他以前虽然力气大又傻，但不乱打人，否则老乔家的人啊，现在怕都要死绝了。也还好他不乱打人。我还想着去山上抓一只野牛养，可这玩意儿居然真连豹子都能弄死，现在可不敢了。对，乔三丫有那一把子力气，还有河神大人保佑，不是我们能比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家里人说你进山里大半天了，所以想着过来看看。放心，我对自己这条小命还是很珍惜的。这是你从深山里带回来的？对啊，大的这头之前和豹子搏斗的时候受了伤，我为他止血治了伤，否则他都活不到明天去。小的这头呢是他的儿子，聪明还很有灵性，
外加我在他们面前展露了力大无穷，他们就对我感激加畏惧，我这才能成功将他们带下山。阿大叔家最凶的猎狗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平常还能够看家护院。还是你有想法，我觉得很好。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那是当然了，你最聪明了。这样的办法也只有你才能想到啊！整个村子里也只有我家娘子最厉害。少少，真没看出来你这嘴会这么夸人。会说话你以后就多说点，我只会夸娘子你，对别的人我可夸不出来。你很有前途啊！多谢娘子夸奖。还好你来接我了，不然拖着这豹子走了那么久，我这手都有点酸了。晚上我帮你揉揉吧，以后要做这样的苦力活交给我吧。好啊，是不是看着我太可人了，所以想要捏捏啊？对啊，娘子很可人。就我现在这面黄肌瘦的脸，你看着真可人啊。对啊，我看着很可人，娘子很好看，以后长点肉啊会更好看。我会越来越好看的，算你有眼光。我相信娘子会越来越好看，当然现在也好看。五郎媳妇儿，这2头牛以后真要养家里。是啊，放心吧，我会教他们不会攻击人的，他们都是乖孩子，很聪明听话的。不过你们也不能胡乱招惹啊，否则他们要是控制不住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野牛能听话吗？乖孩子，过来摸摸，真是乖孩子。这一路都口渴了，来喝点水。这2只野牛也太聪明了，竟然能听得懂五郎媳妇儿的话。这么野的牛在五郎媳妇面前，竟然真的像是2个乖孩子耶。大伯，你们在后院修一个牛棚吧。行，刚好地里的菜都收了，我们几兄弟这就去搭牛棚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们啦。不辛苦不辛苦。哎呦，这家里啊，真是一点点的好起来了。怎么全是我的名字啊？这些银子都是你赚的，户主当然全是你了。哎，四叔他们也赞同了。这做蜡烛你也有一半的功劳呢。你是我娘子，我的不就是你的？所以啊，地契全是你的名字，没问题。你这话我爱听，以后继续努力。谨遵娘子吩咐。乖，荒山和竹山的价格，县衙给了你人情价。县令吩咐给算了个最低价，这2座山我们不买，也没有人会买，所以县衙呢得到这几百两银子也不亏。这些呢就交给相公保管吧。好，明天开始，咱们家就把村口空地的作坊修起来。大伯，你们几人知道村里哪些人会修房子，就去请来帮忙吧。每天看着给钱，供一顿午饭。没问题，村里哪些人能干不偷懒，我们都知道，明天就去找。忙完农活能赚点钱，他们肯定乐意干。这还包一顿饭，很厚道了。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。等作坊修起来之后，就在村里招人过来做蚊香吧。五郎媳妇啊，这要招人来做蚊香，那他们都学会了怎么办呀？不用担心，只是雇人过来晒和捣碎艾草，家里的人呢还得自己烧松炭，然后做蚊香，将需要的东西混合之后，再让雇佣的人做成一盘盘的蚊香，晾晒和捆绑在一起等。你们也要学会用人，而不是什么都亲自去做，否则能够做出多少过来，这还不是要下地干活的。而且雇佣了村民干活，也能让大家更亲近我们陆家，让我们家的名声有好处。等家里的作坊修好并开始出货之后，你们就不用再去县城卖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以后都让走商的人来村里买就行了，以后2个作坊就交给你们来守，有人来买就卖，再看着点雇佣的人还能做其他的事，不浪费你们的能力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蜡烛最近2天是不是越来越难卖了？是啊，像是你说的，有人做出来松油蜡烛了，价格比我们便宜，我们跟着降价，那些人又继续降价。今天又多了2个卖松油蜡烛的摊子，卖得更便宜。听说另一个集市也有人卖，所以我们这边几乎没什么人买蜡烛了。哎，还剩下上百只没卖出去呢。我也准备和你说这事儿。那明天开始就不用再卖蜡烛了，剩下的上百只就在家里留着用吧。之后的价格肯定是一天比一天低。就算低到2、3文一只，咱们也能赚，真要放弃吗？
2、3文一只，又何必浪费那个时间去做呢？有去找和熬松油做的时间，都不知道能做多少盘蚊香了。这点小钱就让别人去赚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一会儿去做些糕点，你们明天去县城的时候带给奶奶尝尝，就说是我特意做出来孝敬她的。你们每房也做点东西，让大堂哥他们明天带过去孝敬奶奶，不做热菜就行了。我教你做凉皮，你明天一早起来做，让大堂哥他们带去县城就行。哎呀，好，还是五郎媳妇你想的周到。县城，娘，我这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大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奶，五郎媳妇说让我们来看看您，她昨天还特意做了糕点，让带过来给您吃。我娘为您做了鞋，2婶为您做了衣服，4婶为您做了裤子，3婶则从五郎媳妇那里学了凉皮和凉面，一早就起来做，让我们一起送来给您。就他们事儿多，我在这里呀，也不缺吃喝穿的。您不缺，可咱们该孝敬的可不能少。五郎媳妇说了，天太热了，您可能食欲不好，所以让3婶特意做了凉皮，让您开开胃，做的比较多。您要是有交好的老姐妹，也能让大家尝尝。这凉皮很解暑开胃，可好吃了。老嫂子呀，你可太有福气了，都来县城住了，这家里面啊还惦记着呢。哎呀，特别是那个孙媳妇，也太有孝心了吧。你们3人怎么来了？在家没事做？我是来看奶奶的，五叔不欢迎我们，还要阻拦我们来给奶奶送东西孝敬。怎么，你这是见不惯别人孝敬我这个老太婆，你自己听狐狸精的不孝顺我，还不让别人孝顺我了？你媳妇儿做的饭有多难吃啊，我这最近胃口差，都吃不下去什么东西。你也没想着让她好好去学学做菜，或者是外面买点回来孝敬一下我。你儿媳妇儿就比你们强多了，怕我没胃口，特意做了凉皮儿送过来给我吃，其他几房也送了东西来孝敬我，拿上来给你五叔他们看看。我另外几个儿媳妇儿啊，就是孝顺，这做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是真合身呐，不像是某些人嫁进来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没穿过他一针一线缝的东西。我们家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娶了这种媳妇儿进门。娘，哎呀，娘，婉之前几天还说要买布来给您做衣服呢，这不最近天天伺候您，还没来得及做吗？娘，我这不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吗？虽然我确实不那么擅长厨艺，但是女工我还是擅长的呀。你倒是护得紧，别以为我老了眼睛就不好使了。娘，您就消停下吧，您就别没事找事儿了。大郎他们还在这里呢。我呸！老娘怎么就不消停没事找事儿了？明明是你媳妇儿没用，什么都做不好啊，我还不能说上几句了。你还真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了。哎呦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了，将这不孝子养到这么大，可是他呢，却为了媳妇儿来顶撞亲娘啊！哎呀，他觉得我这个娘碍眼讨厌，要容不下我呀！老头子，你快来把我带走吧！啊，我快要被这个不孝子给气死了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走得这么早，留我辛辛苦苦的把这个不孝子给拉扯大，呀，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觉得您讨嫌碍眼，更不可能容不下你。哎呀，我求您别闹了。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快起来吧。娘，你们这不孝丧良心的东西。大郎，给我们也来一碗。奶，五叔说他们一家要……他们吃个屁呀！这是他们最不喜欢的儿媳妇儿做来孝敬我的，和他们又没关系。我怕他们呀会吃了噎到，不给。你要吃什么？
让你媳妇儿给你做去。五叔，奶奶怕你们被噎到，让你们吃屁呢。混账！你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五叔，你可别对我泼脏水，我只是转达了奶奶的话，你要是生气也别冲着我呀。老五，你这是对我有意见呐？有什么火你朝着我发就行了，干嘛要骂大郎啊？娘，我哪里敢对您有意见啊？您想多了。您吃，我们看着行了吧？那个死丫头真是太可恶了，留在村里都不消停。今天我大伯、二伯、三伯和四伯会教大家做蜡烛，现在就给你们做一遍，你们自己看好了。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再去问他们。女眷的话呢，可以去问我4个伯母。对，我们现在先做一遍给大家看，有不懂的你们再问。娘子，想什么呢？村里的老人不能下地干活的妇人和姑娘，家里很困难的多吗？不算很多，但也不少，10-20户人家总是有的。怎么了？我想着蚊香作坊开了以后，就雇佣这样的人来干活，晒艾草和做蚊香，只要没有丧失劳动力的老人都能做，妇人和姑娘做起来也不费力，甚至比男人要更细心一些，这样也就能照顾一下村子里这些困难户。娘子这个提议很好，相信村里的长辈也会很赞同。大伯母他们对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很了解，到时候可以让他们选出勤快的人家来，再让族长和村长出面去做个见证，让这些人出来作坊干活。娘子想得很周到。乔有福被判坐牢过去这么些天了，乔家的人居然没有来找我算账，这有点不太对劲啊！你是不是在背地里干了些什么？娘子真是太聪明了。乔有福被判坐牢以后，我去过县衙，和县令商量对付连家的一些事，出来便遇到乔家人，去牢里探望了乔有福。他们不敢在县衙闹，看到我就揪着不放，说是我们夫妻害乔有福坐牢的，非要让我想办法将乔有福救出。然后我就和县衙的捕头说了几句，让他们将乔家的人以在县衙门口闹事为由全部抓起来，并且把他们关进大牢了。我还吓了吓他们，当然他们没犯什么事儿，关了1个多时辰就放了。哦，我就说他们怎么没有过来找我，原来是你威胁的，不错，干得漂亮。这件事情上他们确实认怂了，不过在蚊香和蜡烛赚钱的事上，他们一旦被人怂恿，肯定会压下这种怂，来咱们面前作妖的。你是说玉家如果从老太太那里得不到方子，就会从老乔家下手？娘子聪明，以玉老六的性子，绝对能做出这种事儿。叶婉之在县城被老太太折腾得够呛，对我们的怨恨会越来越浓。如果有机会找你的麻烦，对方子下手，绝对他们是乐意促成的。那正好，我还在想着怎么找一个比较正当的理由去收拾老乔家呢。他们要主动送上门来，我就让他们只想后悔，让他们想哭都哭不出来。我现在反而还怕他们不来闹呢，提早收拾了也好。娘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我当你的依靠。好啊，我以后可就要靠相公你啦。好。你以前是不是都没怎么去接触女子啊？不是没怎么，而是就没有。我接触最多的女子就是娘子了。相公的意思是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？当然，我以后只会有娘子一个。那我也就只有相公一个。好。你说我哥还活着吗？如果乔叶猜测没错，小相公是重生的，那也许能知道他哥哥有没有活着回来。应该是不在了。可能就在我们成亲那段时间不在的。老乔家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你的意思是我哥可能是在我们成亲那会儿没的？对。怎么了？那我让人再去帮忙打听打听，也许他还活着。好，那就麻烦你帮忙请人去打听吧。好。是你去送给纪松柏，还是让他过来拿？我顺便去送吧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也正好去看看老太太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五郎媳妇儿啊，你来看我啦。奶，我想您了，所以今天特意进城来看看您。哎呀，还是你孝顺。您怎么瘦了呀？别提了，你那后婆婆就是来当少奶奶的，连做菜都不会做，每天做出来的那个饭菜呀，就跟猪食差不多。要不是舍不得，怕浪费粮食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哟。不是都说我后婆婆贤良淑德，是这条街媳妇中的典范吗？她居然连饭都做不好。什么贤良淑德呀，那都是装出来骗人的。
哼，他还真好意思说啊，自己是这条街上媳妇儿中的典范。哎呦，这脸不是一般的大呀！我其实也不太相信，毕竟这条街上的女子们，我看都比较勤劳贤惠。我后婆婆回老家，别说是干活了，这连水都要我们这些小辈子到了伺候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她居然为了凸显自己而贬低别人。我公公还很赞同，让我们都相信了。这个不要脸的，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！我呸！我看呐，比起这条街上的其他儿媳妇儿，她就是个最差劲的。不但厨艺、女工什么的做不好，还不孝顺婆婆，只知道挖夫家却不贴娘家，还一直克着你公公，每次都考不上举人。我们陆老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了，会将这样的丧门星给娶进门呢？哎呀，这之前呢还只觉得这秀才媳妇人品不好，现在一听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女人还是个丧门星呢。周家的那位怕也是被这女人克死的，难怪都听说陆秀才才学不错，在县学每次考试也都是前10，但却接连2次都没有考上举人，原来是被克着的。哎呦，这就是你从山上带来的野牛啊，瞧着真壮实啊，真讨喜呀，果然有本事。是啊，他可聪明了呢，非要跟着我来看您。哎呦，真是好牛哦！哼，这个丧门星又跑回房间去偷懒去了，羊都已经晒屁股了，哪家的儿媳妇儿现在还在睡觉啊？玉婉之，你给老娘我滚出来！这个死老太婆又来折磨我，这个陆家死老太婆怎么就不像周家那个死早点呢？让你洗的衣服你洗完了没有啊？娘，我刚才有点头晕，所以就想着回房休息一下再洗。就你那身子娇贵，那天去看郎中，人家可是说你这身子好着呢，别装模作样了，赶紧给老娘滚去洗衣服，洗完了就去做饭。哪家的媳妇儿像是你这么好吃懒做的？是，娘，我现在就去洗。武堂嫂，你们住了这段时间有什么发现吗？武堂嫂，我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五叔跟五婶说话，他们在担心，说是什么10年之期快要到了，那家人也不知道会不会来。五婶就问，要是真来了，难道真将那些钱跟东西交出去？再说他们都花了不少，也凑不够啊。五叔就说来就来，不承认就行了，反正那家人又没有将东西交给他，而是给了他岳母，他们就装作不知道这些事儿。反正岳母跟妻子都死了，又死无对证，那些人又能怎么办？就算去报官他也不怕，反正又没有证据。至于那些钱和东西，他只认识去世妻子交给他的，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小婶还说了，死不承认确实是个好办法，那他也就不用担心了。小叔还说，那家人现在还有没有活口都不一定呢，所以不用多想。之后两人就说了一些其他的事儿。做得好，等你回家之后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，那这是奖励你的，平常在县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武堂嫂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你拿着买糖包子什么的吃吧，不过一定要小心啊，打听消息虽然重要，但你们的安全更重要。如果被发现了，绝对不能承认听到了什么，就找个借口糊弄过去。好的，谢谢武堂嫂。武堂嫂，我也有发现，前几天我看五叔带了2个人回来，我就假装蹲在书房门口玩石子儿，听到他们在里面说话。那2个人对五叔说，老爷，这是这个月的账本，请过目。五叔过了一会儿就和他们说了账目的事，然后夸那2个人管着的铺子不错，明年给2人涨月钱。其中还有1个人说他弟弟管的庄子如何如何，因为说的有点多，我也没记住。反正就是和五叔说庄子的收成什么的。记不住是正常的，你也做得很好啊。回去之后呢，也给你做好吃的。那这个是给你的奖励。谢谢武堂嫂，你最好了。
武堂嫂，我也有发现。我听到吴婶和陆周瑾说，等拿到房子卖了，就给他当聘礼。他和连家小姐的婚事已经定下，让他安心读书，到时候风风光光的将人娶进门。我还看到吴婶塞了一张银票给陆周瑾，让他去买东西，时常哄哄连家小姐。我也有发现，陆周瑾从连家小姐那里听说，最近有贵人来县城，其中就有未婚的贵公子。他说陆周兰说，看能不能制造一点巧遇，让他好好的把握。他也在试图和贵人结识。陆周兰很高兴，说把握机会，其他的就没有听到什么了。为老太太和4个小萝卜头做了3菜1汤。哎呀，这做的是什么菜呀？这也太香了吧！哎呀，这样的孙媳妇还真好，又孝顺又会赚钱，厨艺还那么好。这么一对比呀，这孙媳妇可比秀才娘子这个婆婆强太多了。早上乔爷说的话也被几个老太太在这条街传遍了，因此啊，他们都决定以后不但不能再搭理玉婉之，还得远着点儿，他们也怕沾了晦气。也因此在巷子里面，玉婉之是丧门星的标签也成功的从乔叶身上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了。这次啊，不只是这条街的媳妇们口里相传，还传到男人们的耳朵里，然后又传了出去。没礼貌的丫头，这儿有你吃饭的味儿吗？衣服没洗完就别想吃饭了。再说了，这可是五郎媳妇儿做来孝敬我的饭菜，没你们的份儿。你们母女要是想吃啊，一会儿自己去做去。好啊，这个死老太婆又要换花样折磨我。奶，家里买了2块荒地和2座山，现在村外的荒地作坊已经盖好了，我准备这2天就在村里雇人来做蚊香，再过几天就能够雇人开始修新的宅子了。还是你最有本事了，这么快连作坊都已经修好了。咱们村的媳妇儿里头，你是最能干的，比你这丧门星的婆婆那可强太多了。啊，作坊要招什么人呢？要不我回去看看。我也是想要让奶回去看看咱们修的作坊，一起高兴高兴。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村里哪些人家可以用您老最清楚了，所以我今天来呢，也是想要征询您的意见。您要想回去，那今天就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我特意赶着咱们家的牛车来接您的。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就和你们回去。这方子还没有到手，又被死老太婆折腾成这样，怎么能就这样让对方走了？那不是亏死了？娘，您才住了不到1个月，怎么就要回去了呢？夫君跟我呀，一直都想在您面前尽孝呢，您就再多住一段时间吧。哼，这会儿你们倒是知道孝顺了，不知道是孝顺我还是孝顺其他的。既然你们要孝顺，那我就先回村里去看看，再回县城来让你们伺候。这个死老太婆，谁让她再回来住了？之前每天都在试探她蚊香和蜡烛是怎么做的，还挑拨她跟五郎媳妇的关系。现在儿子这么快赶来，肯定是预示让人报信的。这会儿我要是病了，这瘪犊子会来得这么快吗？娘，我听说您要回村啊。是啊，你儿媳妇孝顺，要接我回村里去享福呢。娘，您才在县城多久，怎么就回去了？儿子都还没有怎么孝顺您呢，我不想让您回去啊。行了，你把这些小心思啊放在读书上面，怕是状元都已经考中了。我也没说就不回来了，我回去住上几天又回来，包袱都不用收拾带回去了。放心吧，啊，会让你们孝顺的。行，那我过几天去村里接你。不用你接，我会让大郎他们送我来的。啊，行，那您回去几天，就让大郎他们送您回来，或者让他们带信，我用马车去接您也行。没想到死丫头连野牛都能养惯，还真是有点不简单啊。夫君，我看
娘完全被那个死丫头给拿捏住了。要是有她在陆家一天呀，我看娘的心怕是都要偏在她身上呢。娘不但什么都听她的，还故意防着咱们五房呢。我也是在想这事儿，但死丫头像是泥鳅一样，实在是有些难对付。夫君，所以呀，咱们得想办法将她弄走才行啊。夫君，这家里头还修了作坊，买了山了，只要死丫头离开，这些东西还不都是夫君掌控啊？我也想过要将死丫头赶走，之前她打我，我就想要请族长等人过来了，将这个汉服给休了。可你也看到了，我娘和哥哥嫂嫂等人像是中邪一样，反而要护着死丫头，有他们阻拦，要赶走死丫头不太可能啊。夫君，我呀倒是有一个好办法，不但能够赶走死丫头，还不用咱们沾手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夫君，咱们不能做，但是老乔家可以呀。你说要是让他们知道这死丫头做出来的蜡烛卖了800两银子，他们会怎么样啊？自然不会放过死丫头，会想将她带回老乔家去啊。还是你聪明啊。不过谁去和老乔家的人说这事儿呢？夫君，交给我小弟就好了，他可以装作喝醉酒了，无意间向老乔家的人透露这事儿。这个办法好啊，那就交给小弟去做吧。事成之后，肯定少不了他的好处。奶，我想去集市买点东西，您是和我们一起去，还是先去到牛车上休息啊？我和你们一起去吧，我也许久都没有去逛过集市了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好牛，真是好牛啊！喂，你们这头牛怎么卖？本公子要了。你这喜好什么时候能变一变？牛有什么好玩的？哪有烈马有趣？你不懂，这绝对是一头好牛。我就是喜欢牛，烈马驯服不了又不能骑，有什么意思？而这样健壮的牛要拿去斗牛，很有希望得第一呢。问你话呢，这牛怎么卖？五郎媳妇儿，这要怎么办啊？我们的牛不卖。我出高价和你们买这头牛，30两怎么样？不卖。那50两。别说是50两了，那就是500两都不卖。你在逗本公子呢？500两都不卖？500两卖吗？说了不卖就不卖。这可是500两银子啊，你就不心动吗？不过是一头牛而已，500两银子你真不卖？我把它当成儿子养，怎么可能卖呢？要是换成别人想买你儿子，你卖吗？乖孩子，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啊！还真对他们打了声招呼，这让两人露出了目瞪口呆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。买一头牛花500两，这2个人是不是疯了呀？他能听懂你的话？对啊。那你让他退后。小黑，往后退退。乖孩子，上前过来。果然是好牛。除了你之外，他们能让这只牛听话吗？不能。整个家里只有我5弟妹能换得动这头牛，他也只听他的话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既然这是你当儿子养的，那我也就不强求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能让开了吧？你是不是会驯牛？会一点。这只牛是野牛吗？你买的还是自己去抓来驯养的？我自己山上抓来驯养的。野牛可是很凶悍的，就你这样也能去山上抓野牛驯养？爱信不信。姑娘，你真能上山抓野牛驯服？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驯养方法？我已经成婚了，所以请你们别再叫我姑娘。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祖传驯养的方法，我能驯服野牛主要是靠的还是拳头。哼，小娘子，你就吹牛吧。他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，握在手里，那石头就碎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试试这个，你真牛。小娘子，你叫什么？你能不能帮我抓一只野牛来驯养？价钱好商量。你要是想要抓来野牛过来驯养、拉车或者当宠物，我倒是可以帮这个忙。但是用来斗牛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也不是多喜欢斗牛，就是之前看着好玩刺激，这才养过几只去斗。我们玩的那种斗牛也不是生死斗，所以小娘子可不要误会。不过我是真喜欢这种野牛，养来拉车当宠物也行。你帮我抓一只驯养，我保证不拿去斗牛。这倒也不是不行。那你是答应帮忙了？帮忙可以，但我这2天有事儿，等我有空了再说吧。没问题，我们最近7、8天都会留在这里，
只要在离开前，你帮忙抓一只野牛驯服好就成。行，那价格要不还是500两？不用那么多，这样吧，我呢给你2种选择。第一，我上山挑选一只野牛，抓回来驯养好了给你，这种是50两银子。第二，你跟着我上山，看中哪一头野牛了，我就帮你抓来驯养。对了，野牛王除外，这种就100两银子。小娘子一看就是爽快人，那我选第2种。行，我叫乔叶，住在长平村，是陆家的孙媳妇儿。你们3天之后就去长平村去找我，到村里一问就能找到我家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我叫令浩，他叫曲己，那咱们3日之后见。好。五郎媳妇儿，他们出500两银子买牛，你怎么不要啊？反而便宜那么多呀！500两银子一头牛，这价格太坑了，我也下不去这个手。再说了，这不细水才能长流吗？500两确实是太坑了，咱们不能挣这个黑心钱。奶奶说的对，咱们家挣的啊就是安心钱，不挣不义之财。以后这可以当做陆家的家训。对，以后这个呀就当做是家训。见过季伯伯。陆贤侄来了，快坐。少帝，你今天是送牡丹蜡烛来了？不错，我娘子已经做好牡丹蜡烛，我今天特意送过来。那快打开看看。妙，这牡丹蜡烛真是妙啊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你娘子真厉害。多谢几兄夸奖，我娘子确实很好。哎，这牡丹我看还雕琢过的，是你雕的？哇，少帝这雕工，我服了。几兄谬赞了，雕工不过是小道。少帝太谦虚了。这么看的话，那几兄对蜡烛是满意的了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相信我未婚妻也会喜欢和满意的。这牡丹蜡烛我看着都甚是喜欢。陆贤侄，你娘子还会做什么蜡烛？我也想定制。陆勺和吉老爷聊了聊，对方定制了一株墨菊蜡烛和一个缩小版的屏风蜡烛，纪松白也定了8骏蜡烛。纪伯伯和纪兄的蜡烛我都记下了，是做完一个就送来，还是全部做好再一起送来？将我定制的做好，先送来吧。儿子，我等着要呢。别听他的，麻烦你娘子先将我的墨菊做出来，我要等着送人。7天之内能做完吗？我要送的人在县城大约还会待7、8天。这个我不能确定，得回去问一问我娘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会尽量在7天里做完。那就麻烦你们夫妻了。前2天县城来了几位来历不凡的人，有一位老爷子带着学生游历到此，你要是有心，可以找机会看能不能接触下，对你科举之路应当会有不小帮助。多谢纪伯伯提醒。看来你已经知道那位老爷子来县城的事儿了。也是今早刚听说的。你今天要是不来啊，我都准备明天去一趟陆家找你呢。听说那位大儒收徒弟不拘身份，只看有没有眼缘。你这样的天才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机会的。我听说那位老爷子早就不收徒弟了，所以拜不拜师的也要看机缘。得知我幸，失之我命，顺其自然吧。我就是欣赏韶帝这份豁达。哎，这么着急回去干嘛？要不一起用个晚膳，我让人送你回去。啊，改天吧。今天我娘子也来县城了，我要和她一起回去。哦，原来是要跟弟妹回去。韶帝果然是个好丈夫。行，那我今天就不留你了。奶奶，您怎么都瘦了？你那后娘做饭太难吃了，我最近都没什么胃口，也多亏了你媳妇儿时常让大郎他们带些吃食给我，要不然呐，我会更瘦呢。奶奶，你受苦了，等回家以后，请三婶多做点好吃的，给您补一补。还是你们孝顺，比你爹和你后娘可强多了。我今天去县城打听到了好几个重要的消息，之前咱们怀疑的对，你爹不但是有私产，还置办了不少呢。我也刚好查到一些东西，我查到我爹除了在明面上画在他名下的2间铺子之外，其实还有一座大宅子，3间价值不低的铺子和一个农庄。挂他名下的2间铺子，一间是我娘留下来过户给他的，现在呢租出去了，也是陆家人都知道的。另外一间是他花银子买的，现在借给于婉这大哥一家做生意用，这是陆家人都不知道的。
至于那座大宅子、3间铺子和那个农庄，却分别挂在其他3人名下。不过我爹却捏着那3人的卖身契。你爹还真是会算计，置办了这么多产业，却放在奴仆的名下，更没有向陆家人透露半点消息，这是防着陆家人呢。哼，他还很不要脸，都这么有钱了，还一直算计着老家的人省吃俭用下来的银子。他要是不来刮老家的银子，会让人去探究他哪里来钱去念书花费的。毕竟呢，他现在还在念书，除了那间铺子的房租之外，明面上可没有其他赚钱的来源了。确实是狼心狗肺。从打听到的消息看，他置办的这些产业的银钱来的肯定是不清白，而且是从你娘手里得到的。他和玉婉之说的那家人找来，你知道那家人是哪家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我娘的娘家。我娘的娘家原本是江南那边的富商，可却是因为一些事情被人算计落败了，最后只剩下了我外婆和舅公。舅公的妻子合力再嫁，这是我小时候听外公说过的，也因此我娘嫁妆有不少，否则以我外公教书先生赚的，根本留不下那么多钱。外公并没有和我提过舅公有留下什么钱目，他应该也不是太清楚这个事儿。不过我有个印象，曾经我听我爹和我娘闲聊时说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故人，将托付的东西还回去，这样也能代表他们活着回来。我爹安慰我娘说肯定有机会的，所以外婆去世之前呢，将这些钱物交给我娘保管，最后我娘去世前又交给了我爹代为保管。但是我爹却生出了贪念，将这些钱物占为己有，所以置办那些产业不只是为了防陆家，也为了防着舅公等人回来要东西的那天。这种事情你娘都没有和你们姐弟提过？没有提过，我不知道。陆梅应该也是不知道。虽然娘对我们姐弟也算比较疼爱，可她对我爹却非常在意，甚至更是言听计从。肯定是我爹叮嘱过，所以她从来没和我们提过。你外公和你娘真的是病死的吗？我曾经查过，确实没查出来，他们的病有问题。我外公和我娘生病时候请的大夫都确定我外公是感染了风寒去世的，我娘是伤心过度病倒之后一病不起跟着去的。我外公当年去考举人，在考场受了风寒，因为在考场拖了2天，回来之后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他应该是感染了严重的风寒去世的。但是我娘的病逝，我却感觉有蹊跷。她因为外公去世，在灵堂上伤心地昏了过去，接着便一病不起。虽然是一病不起，可我之后去看她，我感觉她并不是严重到会去世的地步。我娘可能因为本来就生病，外加被气到吐血才身亡的。你是不是怀疑你娘发现了你爹和玉婉之背地里勾搭成奸，所以直接被气得吐血身亡？十有八九应该就是这样。你爹是真的心狠手辣，不过他这样爱面子、自尊心又很强的凤凰男做出这种事情很正常。娶了你娘搬到县城来住，虽然不是上门女婿，那也差不多了，那是他最耻辱的过去，所以他想要消灭这种耻辱。你爹就是典型的既要立牌坊又要当那什么。你舅公他们之后难道就没有回来过吗？我没有查到他们的事儿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过。不过我对付我爹他们的时候，江南有一个新崛起的豪商，暗地里一直在针对我爹，姓氏是乌，刚好和我外婆姓的一样。如果乌家真是舅公家，那回来之后肯定找过我爹，但是我爹拒绝了交还财物，他们可能还听说了我娘病逝，我被赶走的事儿。要是这样，你爹也是贪心惹的祸，活该。这些财产难不成就这么便宜了他们了？不是还有我们吗？这次怎么着也得让他们吐出来，物归原主。对，就应该让他们都吐出来。那你外公家的产业你要弄回来吗？不了，这是他的遗愿，我不会违背。不过我不要，却不代表我爹不能失去。我忍不住想说一句话，可能会引起你的生气，但我真的是有点不吐不快。你说来听听。你娘有那种结局也都是自找的。她病重的时候只想过将来如果她去了，你爹读书该怎么办，可却没有想过你们姐弟该怎么办。她后路一点都没有帮你们铺，她就没有想过你爹要是越考越往上，之后重新娶个后娘进门，打压你们姐弟，你们该怎么办吗？你外公都知道偷偷给你留点银子，他这个亲娘却没有想过这些。你是因为我才会气愤，所以你说的话我不生气，我又不是愚孝的圣父。都过去了，
以后咱们越过越好就行，气死眼红死那些讨厌的人。哼，都过去了，将来咱们会越来越好。之前陆家兄妹不是说有贵人会来吗？我今天见到了，他们一个叫做令浩，一个叫做曲启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不过有些意外，这次他们竟然也来了。这两个人是什么身份啊？令浩是冠军侯的嫡出小儿子，也是当今皇后的侄儿，曲启则是牧羊侯的嫡出小儿子。我之前看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，感觉他们身份不简单，还真没想到有一个会是皇后的侄儿。我原本想着借着抓野牛的事情和两人结交一下，把陆家兄妹的路走了，但以令浩的身份和皇后扯上关系，咱们合适结交吗？对你以后会不会有影响？小媳妇连这个都想到了，她的猜测果然没错，小媳妇来历可不简单呀，否则一个村姑怎么可能一听令浩的身份就会想到和夺嫡牵扯呢？没事，多和令浩接触挺好的，皇后非常宠爱他。皇后有几个儿子啊？皇后有2个儿子，3皇子和7皇子。所以你觉得太子会胜出？不，胜出的是7皇子。他们兄弟斗起来了？没有斗，而是太子不久之后就要死了。7皇子从始至终都没想过要当皇帝，是太子的死推动了他。如果太子还活着，他不会选择夺嫡，而是如愿的当个逍遥王爷吧。他前世投靠的就是7皇子，陪着对方一路凶险夺嫡，所以知道很多事情。太子是怎么死的？去琼州处理公务时得了疟疾，疟疾无药可治，而且太子具体是什么时间以及怎么染上的疟疾都不知道，所以很难阻止他不死。我会做一种药丸，可以预防和治疗疟疾。你会做预防疟疾的药丸？对，如果你想要救太子，那咱们刚好可以借助令浩的手，将这种药丸送去给太子，他也就不会再死了。那就辛苦娘子了，这几天将药丸做出，到时候借令浩之手送给太子。好，不过有一味药需要你去找。娘子，这样你将药名写下，我会尽快找来。陆老太回来之后，然后雇佣人到作坊干活，也是陆老太从未体验过的感觉，她心里特别骄傲自豪。这乔老太看着陆老太被村里一群人围着，各种献殷勤和捧着说奉承好话，她心里酸得要命。娘，你让我们来有什么事啊？陆家开作坊并雇佣人干活的事儿，你们知道了吗？这陆家赚几个钱都不知道姓什么了，还花钱雇佣人干活，这真是败家死了。有这点钱干点什么不好啊？请的还是村里最穷那几家，真是有毛病。就是，老陆家真是赚了几个臭钱就烧得慌。还有三丫那个死丫头，完全就是胳膊肘往外拐。在家的时候，那没说带着你们做蜡烛和蚊香卖，去了陆家就将这种赚钱的方子拿出来了，简直不将娘家放眼里。对，这明明就该是我们家的方子，现在反而便宜了陆家。你怎么跑去喝酒了？你也是有几文钱你就烧得慌。今天这酒是别人请我喝的，不用花钱，而且我还因为这段酒知道了一个发大财的机会。什么发大财的机会啊？快说说。你们知道三丫那死丫头因为卖蜡烛赚了多少钱吗？听说赚了300多两，都拿来买山买地修作坊了。这是全村都听说的事儿，又不是什么隐秘。你们被骗了。我听说县城的几公子来找三丫订制什么蜡烛，直接给了800两银子，还说等花完了再继续给。而且这只是蜡烛的钱，他们家最近卖蚊香，听说也赚了上百两，所以陆家才那么阔绰，花200-300两银子买没用的荒山和竹山。什么800两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今天无意中碰到玉老六，一起喝酒聊起来，他不小心说漏嘴了，我盯着非要他说，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告诉我，他是听他姐姐和姐夫说的，他姐姐亲眼看到几公子给他800两银票的，还让我别说出去。好啊，三丫真是个吃里扒外的贱丫头，卖蜡烛赚了那么多钱，也没想着送点来孝敬一下娘家长辈。娘，三丫做的蜡烛和蚊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方子，他这吃里扒外的太过了，挖娘家这么大的墙角去补贴夫家，简直可恶，咱们可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对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咱们去将方子要回来，可不能便宜了陆家。走，去陆家要咱们家的方子。对，我们去要方子，
还得让陆家用我们家房子赚的钱都还给我们家。那山地和作坊得让他们过户给我们家才行。慢着，你们就这样去，怎么可能要到房子？你们别忘了，陆家可是有村长和陆家族长的偏袒，陆五郎还认识县令大人。我们去要房子，他们肯定不会认那是我们家的，指不定还会说那是陆家祖传的，和三丫无关。陆家不认，村里人也不会相信这是我们家的房子。毕竟我们家要是有这样的房子，不早就做出来赚钱了。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，就算闹去县令大人那里，也是我们家没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就那样便宜陆家吧？你们就是太沉不住气了。坐回来，我有妙计。老四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快说说你的妙计。你们说，这蜡烛和蚊香赚钱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好卖？蠢，那当然是三丫了。房子是三丫想的，那种卖上百两一个贵的蜡烛，听说也只有三丫才能做，所以咱们去要房子，反而是下策。哎，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去将三丫带回来。她回来了，蚊香和蜡烛的房子也等于回咱们家了。你们也别被那点蝇头小利迷花了眼。山地和作坊，陆家肯定不会给我们的，所以就别想了。咱们只要将三丫弄回来，别说是800两，就是8000两都能赚到。不过要怎么把三丫弄回来呢？她毕竟是外嫁出去的姑娘啊。骗回来就是了，等到她回了乔家，还不是任由我们宰割？怎么骗呀？就说咱们家给她准备的嫁妆，她之前都没有回来拿，让她现在回来拿，然后咱们再哄哄她，就说家里人其实一直都疼爱她的，让她别听其他人的挑拨。二哥，之前那死丫头很听你的话，这次你可得好好哄哄她，别再凶她了。二嫂也放下身段去哄哄，为以前做的事儿道个歉，将人哄回来，就像是从前一样拿捏住了。你们想怎么收拾再收拾。之前咱们确实亏待了她，这次她回来也别再打骂，好好对她吧。行，只要她愿意回来，为了这个家，我给她道歉。陆家，我得到消息，玉老四今天请乔老四喝了一顿酒，不但将我们赚了多少钱的消息假装漏嘴说漏了出去，还为乔家支招，让他们过2天来哄骗，将你带回去。那就让他们来吧，我等着呢。这次送上门来，我就送给他们一个大礼包。那我家送一个给玉老六他们。好，咱们夫妻双双把礼送。娘子总是这么和我心有灵犀啊。毕竟我们是夫妻嘛。药在县城是不是没有找到？县城的药房都没有，不过季兄帮忙去找了，说是2天左右能够送来。那时间刚好。令浩他们来县城是干嘛的？他们是跟着当朝大儒秦老先生来的，2人都不走科举路子。秦老先生曾经是帝师，当今陛下上位之后，他就辞官四处游历。皇上很尊敬这位老师，秦老先生只要在京城，时常都会被皇上召见。虽然不在朝为官，但他的学生们大多数在朝为官。难怪陆周瑾那么在意要来的贵人，他是不是想要拜秦老师为师？而陆周兰要是能攀上令号或者曲己中的一个人，就能够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对陆周瑾的助力将会很大，还能扬眉吐气一番。他肯定就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注定失望了。我也觉得他没戏，能当帝师又能在皇帝上位之后激流勇退，并依旧得圣宠的大儒，肯定不会简单。陆周瑾那人品性子啊，就算是绝世天才，我觉得都不一定能够入大儒的眼。娘子慧眼如炬，多谢相公夸奖。那你想要拜秦老先生为师吗？当然想，我一直都很敬仰秦老先生的品行和才学，而且要是能走捷径，又为何要去绕弯路呢？你想出拜师的办法了吗？要不和令浩2人结交之后，请他们帮忙引荐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去试试。看来你有把握。有3分把握，不多。对了，虽然不请曲己帮忙引荐，不过却可以把我写的新话本给他们看看。我知道一个其他想拜师之人，不知道的是，秦老先生喜欢研究律法，还喜欢收集和看各地的案宗。那看来咱们小黑还是立了功的，这指不定就是你和秦老先生缘分的牵引。要是你能够拜秦老先生为师，你爹和陆周瑾可能会气到吐血，令家嫡出要走科举路子的那位公子也会酸死。
肯定的，所以希望我能拜师成功吧。来，给你沾沾我这个福星的福气啊！好啊，我沾沾娘子的福气。哟，你们怎么全家都过来了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想闹事儿吗？我们来看我孙女，你快让开！乔老太婆怎么过来了？奶，他们来者不善呢。我昨天刚听相公说，他前2天去县城无意中看到玉老六和乔老四坐一起喝酒，今天乔家的人就来了，怕是已经知道我们是赚了多少钱，他们也是玉老六挑唆来的。他们今天是过来要方子的，应该不只是要方子，而是想要将我直接带回去，以后专门为老乔家赚钱。他们倒是想得美，别怕，有我们呢。乔老太要是敢作妖，我就撕了他。我就知道奶奶会护着我的。还有我们呢，我郎媳妇，我们也护着你。几位伯母也是最好啦。还有我们呢，老乔家的男丁就交给我们好了。好啊，那接下来就交给奶奶和几位伯伯伯母啦。放心，交给我们。乔老太，你们这是想来我陆家闹事儿啊？我来看我孙女，你赶快将人叫出来。我推！媳妇儿早就和你们家断了关系，现在她只是我们陆家的孙媳妇儿，轮不到你们来看。你放屁！那不过是三丫随便说说的，我们也没同意。你们老陆家真是不要脸啊！偷了我们家蜡烛和蚊香方子不说，还拘着我孙女不让见娘家人。我怀疑我孙女在你们家受苦受折磨，我要看看我可怜的孙女，为她做主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五郎媳妇儿在我们家不知道过得有多好，我连家务活都舍不得她去做。在你们家那才是被折磨受苦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什么活都得干，都瘦成什么样了？我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呢。那方子也是我们陆家的，和你们家有个屁的关系呀！你们老乔家这些不要脸的泼皮无赖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其他人怕你们家，老娘我可不怕。你这个老贱人，以前就欺负我五郎媳妇儿，现在又上门找茬，今天我就要为五郎媳妇儿出气。你才是老贱人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老泼妇，你快放手！不过呀，哎呀，你这个老悍妇，你快放手！你们都是死了吗？啊，就看着我被这老泼妇打，还不快来将人拉开，再将三丫带回去！对，把三丫这个吃里扒外的小贱人给带回去！你们这些死婆娘，真当我们老陆家没人了是吗？啊，乔叶现在可是我们陆家的孙媳妇，谁要是敢动她，那就是和我们过不去。你们还想动手抓人，当我们是死的吗？看老娘不撕了你们的臭嘴，你们才是贱人！哎呀，你薅我头发，你个小娼妇！你们老乔家欺人太甚，竟然敢上门找茬打人，还想将我们家的孙媳妇抢走，先问问老子们的拳头再说。娘嘞，打死人了！哎呀，这陆家人太彪悍了吧！三丫，你就这样看着自己的亲爹被外人打死吗？前爹，我之前就说过啊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现在可是陆家的人。再说，明明是你们上陆家闹着要抓我，陆家的长辈也是护着我，这才被你们逼得动手。你怎么能恶人先告状呢？什么叫前爹？就是断绝关系之前的爹。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爹了，我不得称呼你为前爹。你快让他们住手！前爹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也太糊涂了。我一个晚辈胆子又小，哪里有本事命令长辈们做事？陆家长辈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他们做什么我也得恭敬的应着，否则就是不孝。前爹，我到底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的仇人啊？你这样害我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就是啊，乔二牛，你也太过分了。三丫不过是陆家的晚辈，哪里能指挥得动长辈啊？哎呀，你让三丫这样做，以后还怎么在陆家立足啊？哎呦，你这怎么当爹的呀？难怪三丫要和你断了关系呢。住手，快住手！都别打了，有什么事不会好好说，快住手！村长族长，你们可要为了我们陆家做主啊！老乔家今天全家上了门，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简直是太过分了。
乔老太太，带着一家人上门找陆家的麻烦，你们想干嘛？哎呦，冤枉呀！我们就是来陆家找三丫的，可陆家的人啊，莫名其妙就逮着我们打。村长、组长，你们才要为我们做主呀！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先说清楚。我们就是想三丫了，过来看看他，就被陆家的人打了。三丫，我们来陆家就是想看看你好不好。早上我听人说陆家人聚着欺负你，对你不安好心，我们怕陆家人打你，这才急忙过来为你撑腰，不让人欺负你的。你要知道，只有娘家人才是最可靠的。陆家人拘着欺负要打我，怎么我不知道这事儿？你们也太能瞎扯了吧！再说以前我在家的时候，你们才没少欺打我吧？奶奶，你不会是晕了头说反了吧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在家里干不好活呀，那谁都会被打，也不只是你堂姐他们也是一样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们乔家的姑娘，我们心里都是有你的。我们之前还为你准备的嫁妆，你那天嫁到陆家急也没带过来，今天我们就是想让你回去拿，我们这些长辈可是疼爱你的。我听说过一句话，现在用在你们身上最合适。什么话？黄鼠狼和鸡拜年，不会安好心。你们说疼爱我，要让我回娘家拿嫁妆，这话别说我不信，你问问大家信不信啊？那肯定不信，这老乔家都是一毛不拔的性子，不找三丫打秋风，那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给他准备嫁妆？就是，以前对三丫不但又打又骂，还当老黄牛使唤，都不知道心疼，现在却心疼要护了，这谁信呢？还不就是看到陆家赚钱，乔家眼红了，这才来找三丫的。你看吧，大家都不信呢，你就直接说今天想要将我骗回娘家去，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吧？我们就是想你了，让你回娘家看看是怎么成骗你了。别扯其他了，你现在跟我们回去拿你的嫁妆吧，等拿到嫁妆，我再让你几个堂哥将你送回陆家来。你们当我还是以前那傻子啊？真为我准备了嫁妆，怎么之前没有说啊？更没有送回来陆家，现在看陆家卖蚊香和蜡烛赚钱，却又突然上门让我回去拿嫁妆，你们那点算计，真当别人看不出来？你这孩子，可别被陆家的人哄着就胡说八道啊！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们算计你干嘛？三丫，怎么跟你奶奶说话呢？快和你奶奶道歉，跟我们回去拿嫁妆。你别忘了你姓乔，只有娘家人才是真心为你好。我已经嫁到了陆家，我还和你们乔家断了关系，以后我生就是陆家的人，死是陆家的鬼。断什么关系？我们可没同意。你就算嫁到陆家，也是我们乔家的姑娘呀。今天你必须跟我们回去。一家人哪里有隔夜仇的？三丫，你奶奶和你爹是疼爱你的，村里哪家的姑娘也从小都是那么过来的，他们为你准备了嫁妆，也是长辈的一番心意，你这样拒绝不好吧？今天啊，就听长辈们一句劝，跟着你奶奶和你爹回去，拿了嫁妆再好好说说话，一家人没有什么说不开的。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放屁！五郎媳妇儿以前在乔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会儿你们倒是知道出来装好人了啊！以前怎么没见你们劝说一下乔老太太们，别搓磨欺负五郎媳妇儿呢？就是，你们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乔爷已经嫁到我们陆家，就是我们陆家的媳妇儿，要不要回去还轮不到你们乔家的其他人插手吧。你们这些不要脸的，老陆家还没有赚钱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来接五郎媳妇回家拿嫁妆呢？哼，现在不就是想算计五郎媳妇吗？你们当别人是傻子，想要带走五郎媳妇，你问过我们陆氏一族了吗？村长，您看这怎么办？你嫁入了陆家，就是陆家的媳妇儿，
乔家自然没法再干涉强迫你，所以你怎么解决，我觉得就怎么办。我在乔家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没见一个族人出来帮忙说话的。我哥原本可以不用服兵役的，可却被乔家逼着去，也没见族长或者族人出来说句公道话。我对你们真的是很失望。我们家作坊生意好，之后还会雇佣更多的人来干活，还有我们家买的荒山，下个月开始也要陆续种的药材和果树。我们家的人肯定是忙不过来，所以也会花钱雇佣村里人来干活。原本我还想着，不管老乔家怎么虐待搓磨我，怎么样也要雇佣乔家族人来干活。可现在你们这样，真是彻底寒了我的心。你们明明知道，却还是站在老乔家那边，这样的家族不要也罢。乔爷放话，以后只要和乔家关系友好、来往密切的人家或者个人，不管是陆家花钱雇佣干活，还是乔爷这边帮他们想赚钱的路子，这些人全部排除在外，绝对不用。我也绝对不会让这些人沾光一起赚钱变富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当然，我相信乔家也不都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。刚才只要帮乔家说话的人都在我刚才说的拒绝名单里。当然，你们如果不稀罕这个机会，不下来陆家干活赚钱，或者对我出的挣钱主意没兴趣，那就当我没说过这些话。三丫，你这是要公然和乔氏一族对立了？对啊，您老有意见，有意见你们也给我憋回去。我现在可是陆家的人，你们乔氏一族对我来说屁都不算一个。你什么你啊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族长以后呢，还是就在家好好养身体吧，别出来掺和这些破事了，否则别到时候不但折了手，还崴了脚。各位说是不是啊？五郎媳妇说的不错，咱们陆家的人不欺负别人，但别人想要蹬鼻子上脸，那咱们也不会给脸。既然都帮着老乔家助纣为虐，也就别想占陆家任何的好处便宜。五郎媳妇儿带着村里人一起赚钱变富是好事，我很支持。当然，谁要是拖了他和全村的后腿，对他找茬闹事，那我也是不依的。你这个死丫头是想翻天了！你立即将刚才的话收回去，否则就别想我们再认你。那我可真是要谢天谢地了。我之前就说过和你们乔家断绝关系，现在乔老太太你又说了不认我的话，那以后咱们当陌生人就行。所以你们以后最好识趣的离我远点儿，不要一听人怂恿就来我面前作妖，否则可就不是被我夫家人打一顿就能完事的。你们的好日子可还在后面呢。